我选择加注到5000，后来想说啊，他如果 all in 啊，我们当然就是很轻易的跟住，没想到他真的 all in， bottom 位的玩家很快的也 all in， 我大概想了大概5秒钟左右，啊，我就弃牌。然后呢 ，hijack 位是99， bottom 位是 AK， 转牌5，然后合牌开 Q， 啊合牌开 Q， 哎，我就用 all in 就可以赢的东西，然后就没了，就被他搞掉了。然后下一手牌是什么状况呢？是一个翻牌前的全下的状况。这是我的时候呢，我的筹码量在 CO 位，我有5万的筹码量，800、1600，所以我大约30个大盲。那我拿到1对8，选择加注到3200。啊，这个时候呢，bottom 位的玩家有4万的筹码量，选择跟住。然后大盲位有26000左右啊，选择了 all in 啊，选择了全下。然后呢，这个时候到我，那我认为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范围应该是不会只有跟住啊，原因是因为 bottom 位的玩家只有4万嘛，所以呢，我们不会有一个跟住再弃牌的策略了，所以我们这边1对8，我觉得最好的做法就是直接 all in。所以呢，我1对8 all in 之后呢，bottom 位的玩家弃牌之后，我们看到2位玩家的手牌，然后大盲位的玩家是 AK 哦，是1对8，然后呢翻牌也是非常好的翻牌啊，我记得是什么6、7、9之类，反正我有一个双头顺，反正都是中间的牌啊。然后呢，我们就成功的赢下这个底池啊。下一手牌呢是一个3次下注底池的状况啊，是什么状况呢？在1000、2000的盲注级别，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刚刚的这个大盲位玩家出局啊，所以这手牌是没有小盲位的状况。所以没有小盲位的状况呢，我在 low jack 位我有7万的筹码量，大约是35个大盲，我拿到了 AQ 不懂花，选择了加注到4000。high jack 位的玩家就是我的下一家呢，他有6万的筹码量，他很快的选择3次下注到11500，然后呢，这个时候到我，那我认为以30个大盲来说呢，翻牌前这手牌一定是正1B的 all in 啊，但是我认为以大部分的玩家来说，包括他这个下注的速度，我觉得他如果今天要考虑炸胡，他应该花的时间会稍微久一点，也就是说，他今天很直觉的3次下注的手牌就不会是 AJ、A10，因为这手牌正常人可能会考虑要不要跟注，也不会是 KQ， 也不会是 A5同花。那当然这是一个我的经验的判断啊，我觉得就是他很快就可以3次下注的手牌，就是代表说他看到很简单就是要3次下注的手牌，那就是 JJ 以上的对子，甚至是 AK， 甚至是 AKK， 大概是这样的范围。也就是说，对上这样的范围呢，其实我的 AQ 就算他真的是炸胡的话，那我觉得跟注是比较好的，甚至我真的认为他很紧，翻牌前甚至可以考虑直接盖牌，可以直接考虑直接弃牌哦。所以一个状况来说，我觉得跟注还是好一点啊。所以我当下翻牌前选择了跟注，那翻牌是 KQ2 2张红桃，然后底池27000，然后这个时候我过牌，然后呢对手选择了一个持续下注7000，那我们今天中了一个 AQ， 中了一个中队嘛，很明确的跟注。然后呢，假设我觉得他如果在炸胡的话，很有可能转牌跟合牌应该会放弃，至少我觉得这个翻牌面被跟注很有可能会放弃。我跟注之后呢，转牌来一张无关紧要的4啊，也没有开红桃，反正就这张4啊，底池41000，然后呢，我选择了过牌。这个时候呢，对手下注2万，然后后面大约剩下2、3万，就他下注2万，后面筹码也剩蛮少。那在转牌，我觉得就有一个决定要做，就是如果我觉得他今天的范围很紧，有点像是我说的比较好的范围，然后呢又是一个 KQ 的翻牌，然后我又跟注了1次。其实我有很多 K 的顶队，我甚至有 KQ 2队，然后我觉得可以跟注就好。我觉得我今天会有 KJ、K10、KQ， 今天单纯是一个 Q 的中队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弃牌。原因是因为这是比较弱的范围，再加上我觉得大部分的玩家在这个情况呢炸胡比较少，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弃牌，我们不用去抓。而这手牌呢就让我稍微损失了一点筹码，但是没有关系。下一手牌呢是跟前一手牌同一个玩家这时候呢我在小盲位我有5万的筹码量，然后呢我拿到5、4不同花，然后呢我选择了跟注。那我觉得5、4不同花在小盲的范围呢，其实可以考虑直接弃牌但我认为预设的范围来说呢，这个连结性稍微还 OK 我觉得跟注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呢，我选择了跟注大盲位选择过牌大盲位的筹码量他有7万，他选择过牌。
翻牌是 KK4，然后有一个同花的牌面，然后呢底池6000，那我认为我们这手牌呢可以是一个混合下注过牌，都可以。我当下选择下注3000，然后呢大盲位选择跟注，转牌是一张7不同花的7，底池12000。那我认为我今天如果说我的踢脚是比较弱的，然后呢也不是3条的话，那我觉得比较弱的这个4的对子就是一个过牌，那我可能会考虑下注我的比较好的4，比如说 A4、Q4，然后下注一些比较好的，应该是所有的3条我都可以下注。所以呢，我的范围大概是长这样子。然后当下呢，我选择了过牌，这个时候大盲位选择下注4000比较小的下注，那我当然就是一个很轻易的跟注。合牌是一张3，然后呢底池2万，然后我过牌，他也过牌，然后他是6、4不同花所以呢就是一个分钱的底池。下一手牌跟我有一点关系。好，什么状况呢？是一个1500、2500的盲注级别，8人桌我在 UTG 加1我有6万的筹码量6万大约是24个大盲，我拿到了 AQ 黑桃，我选择加注到5000。我看到 Highjaway 的筹码量其实非常的少，然后换到他的时候，他在想他在动作，那我在想说他如果 all in 我们当然就是很轻易的跟注，对不对？很简单的跟注，没想到他真的 all in all in 大约是3万左右。然后呢，我就看他的筹码量准备要跟注了，但是还没有轮到我嘛，所以我就盯着他看。然后呢，这个时候 bottom 位的玩家很快的也 all in。然后他大约有7万就是比我多这样子。那根据这样子的范围呢，我们要先定义一下这2位玩家的范围，我们才能够做决策嘛。好，首先来说呢，我觉得这个 Highjaway 能够 all in 大约是12个大盲的范围是什么？我觉得最宽的对子应该要是66以上，可能比较合理，或是77以上的对子。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我不知道 A10同花他会不会 all in， 但我觉得比较合理的可能是 AJ 以上。然后呢，可能有一些人会有 KQ 不同花、KQ 同花之类的手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是这样子的范围的话，那我觉得 bottom 位最弱的范围呢，至少要是1对9以上。但我觉得1对9他可能要想，1对10他可能也要稍微想一下。但是他很快就 all in， 所以我觉得以一个比较宽的范围，我觉得99以上的对子跟 Ace Queen 应该是要想，而且是合理的范围。但如果说今天他 all in 的速度非常的快的话呢，那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范围会是 JJ 以上的对子跟 Ace King。我是领先第1家的 all in， 但是重点是第2家的玩家的筹码量更多，他比我还多，然后我又落后他的范围，所以呢，就是当下其实我没有花太久的时间了，我大概想了大概5到10秒对不对？5秒钟左右我就弃牌。然后呢 ，Highjaway 位是99 ，bottom 位是 AK， 所以呢，我就是一个正确的弃牌。好，翻牌是 A88， 转牌5，合牌开 Q， 合牌开 Q， 我就用 all in 就可以赢的东西，然后就没了，就被他搞掉了。我刚刚讲说那这手牌为什么要讲？对因为合牌开 Q 听到合牌开 Q， 合牌开 Q我就在那边喊 Q， 他真的开 Q， 我又没有进，开 Q 有屁用。对吧？所以这把牌我就觉得，对吧？扑克就是这样，扑克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但是呢，结果可能会让人家很生气，就是你是做了正确的判断，但有可能就是对吧？我们做了正确的决定，但是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是正确的结果啦。只是说，假设有些玩家就结果论，对不对？那这个手牌呢，可能就是对啊，你看叫你要跟住你就赢啊，对不对？你就没有跟啊。下次就会打错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要遵照的就是正确的范围预测，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是弃牌。但是呢，让我们非常的不舒服。下一手牌呢是这个在1500、2500的盲注级别这个时候呢 ，Highjaway 的玩家加注到6500，然后小盲位玩家跟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大盲位，我们有5万的筹码量，我们拿到 A7 黑桃，选择跟注。翻牌是 KJ， 还有一张小牌，然后2张黑桃，底池22000。我们3位玩家都选择过牌，然后转牌是一张黑桃9，然后呢，这个时候小盲位还是选择过牌。那我们在转牌中了一个同花 A 嘛，我们就中了 nuts， 应该说除了同花顺之外，我们是最大的牌。所以呢，我们非常好的手牌，我们的预设策略呢就会是一个很高频率的下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最好的下注尺寸是什么？我觉得可以下注到大一点，但是下一个小一点的注有一个好处是，我希望让它一些，比如说90、10J、QJ、AJ 更容易跟注。那如果说我今天下注超过2/3，我觉得这些手牌比较难跟注。那如果说我今天下注半个底池的话，我在大盲位的范围非常的宽，我会有一些随机的黑桃，我会有一些随机的卡顺所以呢，我觉得半个底池比较容易被跟注。然后呢，我的筹码量也不多嘛，所以我也不需要下注到太多。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下注了一个9000接近半个底池，然后 Highjaway 的玩家跟注，然后呢小盲位弃牌，然后这个时候呢合牌呢是一张叠牌9，然后底池4万。那我认为合牌开叠牌，我需不需要担心？我觉得不需要担心原因是因为第一个
他在翻牌在这个牌面上能够过牌3条的机会非常之少，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同花的牌面2家，你怎么可能会中3条不下注？然后如果说他转牌中了2对，比如说什么 K9 或者是 J9，我觉得转牌应该会是一个很高频率的加注，原因是因为我的筹码量很少，他今天中了2对，他不用太担心我的范围是不是只有同花，因为我的范围还会有很多就是卡顺或者是一张黑桃的同花的听牌，所以我认为叠牌开9其实是相对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很安全的状况。所以呢，如果说他今天假设他真的有90或者是一些什么我不知道 Q9 带一张黑桃或者什么类似这样的手牌，我合牌 all in， 他有没有机会跟注？当然有。那如果说我合牌 all in， 他今天是 AJ， 他也可以考虑抓炸火，原因是因为我的手牌范围还是有很多一张黑桃的手牌，所以我觉得有些玩家有抓炸火的能力，他是绝对有机会可以跟注。那再加上我们的手牌就是很大嘛，那我们当然就希望打一个大底池嘛，所以呢，我当下选择了 all in 底池4万，就是 all in4万1差不多接近一个满帕这样子。然后呢，对手想非常的久，然后呢，他选择了弃牌。所以遗憾但是我们赢下一个还不错的底池。好，下一手牌呢，遇到了刚刚这个没有抓我炸胡的玩家这手牌呢，变成是我在9人桌的 UTG 我选择了加注到5000这手牌呢，我觉得翻牌前的加注比较边缘一点，但我觉得以现场的桌况呢是可以接受的。CO 位的玩家跟注，然后呢，翻牌是 K76， 底池是16500。这时候呢，我的预设策略会是一个我觉得接近50-50然后呢，我当下选择过牌，他也选择过牌。那我觉得他选择过牌给我的资讯是比较多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他大部分的 K 都不会选择过牌原因是因为他在有位置的情况下，基本上我觉得顶对或是更好的手牌应该都会很高频率的下注，更不要讲更好的，比如说2对或是3条，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讯转牌来一张9，那我觉得这时候我多了一个卡顺就是多一张8就成顺，那同时我有 S 牌，所以我有一个很不错的摊牌价值。然后呢，我觉得这手牌我们的预设策略呢还是一个过牌。这个时候呢，这个 CO 位的玩家选择下注8000，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决策要做。我觉得这手牌有几个选择我们可不可以考虑弃牌？我觉得可以，但我觉得跟注不会到太糟，原因是因为我们蛮确定我们今天中 A 会赢，然后我们中卡顺也会赢，我甚至觉得中10也会赢。又或者是说，如果他今天是 QJ、Q10、10J 这种就是2张10以上，但是没有中 K 的手牌，我还领先，所以其实我跟注潜在我有摊牌价值，我觉得不会到太糟当然差别就是他今天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弱一点的，比如说22到44，看到我 check 2次之后就下注，当然有可能。所以我觉得有很多选择都是可以接受的状况。那反正我当下是选择了跟注。然后合牌来了一张5，就变成是5679。K 一张8就成顺的状况，那我觉得这张5的状况，我可不可以选择炸胡？我觉得我可以。那我选择炸胡的逻辑是什么？我选择炸胡的逻辑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今天下注，他下注了，我能不能够抓这个炸？那我觉得可能蛮困难的。那如果说今天蛮困难的话，再加上如果我今天主动炸，有机会把一些更弱的对子，假设是一些 A7、A9、A6、A5， 它有一些随机的转牌下注的一个中对或底对的话，我可以把这些手牌让他们弃牌的话，那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状况。那再加上，其实我在这边，其实我想不到我有什么东西转牌主动跟注，然后合牌没有中对子，大概就是一些随机的 S 牌。因为一些 QJ、Q10、10J 这种手牌，我应该会主动下注，我不会去 check call 这些手牌嘛。所以我觉得这个 S 牌是一个我到合牌最弱的一个范围，然后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去炸胡。好，当下呢底池32500，我觉得如果我今天中顺，我觉得大概下注2万，我也希望被一些随机的对子跟注，所以也符合这个逻辑我下注2万，然后呢，他想了一下，其实没有想太久，他很快就跟注，那我当然知道自己不会赢嘛，所以我就开牌，然后对方呢开了一个 KJ 不同花，也就是他翻牌的中了一个顶对没有下注，然后合牌就抓我的炸胡，所以呢这手牌呢我们就损失了一点筹码。好，以上就是 WPT 台湾站主赛事 A 组的手牌讲解。如果你有任何扑克相关的问题的话，欢迎投稿手牌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是小 P，大家拜拜。